饕餮美食，龙虾汇聚，看海鲜名门如何进入寻常人家，看一道龙虾大餐如何融汇中西，一切尽在本期的龙虾盛宴。看荧幕形象多变的汤晶妹如何为你呈现多变的私房美食。此外，还有5星名厨为你呈现不一样的创意料理。更多精彩尽在粤美食。时间就像一个魔法师一样，可以将食材的味道升华，将时间收藏，将美味典藏，将美好的时光留在记忆中。世间千般情感皆有温度，世界万众食材亦有性格。一餐就是一场修行。今天我用自己的方式诠释酸甜苦辣。3月4月不减肥，5月6月徒伤悲。那么今天呢，我就要向大家介绍一种非常时尚的减肥方式，叫做轻断食。轻断食现在已经火爆了全世界，而且现在是目前最有效的减肥方式之一。它的理念就是1周有5天可以正常吃饭，有2天需要稍加控制，然后细嚼慢咽，用一种全新的心态去感受美食。我相信你也可以做得到的。那么现在我就向大家做一道美国经典的烤博沙拉，它也是我们轻断食菜谱中的一道。食材有培根、小番茄、洋葱、鸡蛋、鸡胸肉、青红椒、生菜、奶酪、成熟的牛油果。我们的制作方法呢，第一步将鸡胸肉切成小丁，然后放入料酒和黑胡椒，腌制15分钟。我本人特别喜欢吃鸡肉，因为我觉得鸡肉它不油，哪怕有一点油也是藏在皮的后面。那如果说把皮炸一下的话，我还觉得那个皮蛮好吃的，所以我觉得鸡肉怎么做都特别好吃。第二步呢，我们要放入一点橄榄油，然后开始煎培根。培根可以煎久一点，让它煎得焦焦脆脆的，然后也能把培根的油煎出来，口感也是非常的好，带一点咸味，然后还有浓郁的烟熏味道。我记得培根曾经是我的早餐必不可少的一种食物，因为我本人特别喜欢吃肉，然后又喜欢吃煎得焦焦脆脆的肉，我觉得培根正好达到了我的要求。那么第3步呢，我们要在平底锅放少许的橄榄油，把鸡胸肉煎至成熟。那鸡胸肉呢又是非常嫩滑的，是很容易成熟的。橄榄油呢又有很高的保健作用，而且它被西方誉为液体黄金。第4步，煮2个鸡蛋，大约水开了8分钟以后呢，我们把鸡蛋捞出来，放在凉水中镇凉。那下面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小窍门，就是我们煮鸡蛋呢，可以在煮鸡蛋之前放入凉水中浸泡一会儿，再放到凉水中开始煮。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鸡蛋在煮的过程中就不容易破壳。那煮好以后，我们捞出来要马上放在凉水中镇凉，让它冷却，这样就会特别好剥皮。第5步，放凉的培根切丁，将煮好的白煮蛋剥壳切成小丁，番茄对半切开，洋葱切丁，生菜切碎，红椒切丁，芝士擦成丝，成熟的牛油果切丁。第6步，碗中放入生菜，然后依次放上培根、牛油果、番茄、鸡蛋、青红椒、洋葱、鸡胸肉、奶酪、
鸡肉和培根是美国经典烤锅沙拉必须要有的，其他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蔬菜放进去。比如说我平时特别喜欢吃一些有颜色的蔬菜，像紫甘蓝啊，然后小的那种小萝卜呀，我觉得也都可以放进去，也是特别有营养的。噔噔噔噔，我们最经典的低脂、高能量的烤博沙拉就做好了，然后大家可以搭配一下这个沙拉酱一起，美味又健康。对于食客而言，龙虾不像是家常饭桌上的常客，它听上去和看上去都离大家有些距离。但随着食材的普及和美食家们的努力，不只是马小、马大也逐渐走入我们的视野。接下来就让我们同美食家卢文涛一起来聊一聊那些与龙虾有关的美食故事。我叫卢文涛，我是九四龙虾的创始人。我呢是从18岁开始就进入了烹饪专科学校吧，毕业之后呢在酒店工作，98年就去了美国，在那边呢待了10来年吧，一直开餐馆。后来呢因为家里的关系吧，然后08年就回来。我记得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曾经我们的第一批客人，最早来客人就问我，老卢啊，你知道北京4大傻，其中一个什么？吃龙虾就是一大傻。我说为什么？其实大家想都想得到。但我那个时候08年那天回来的时候，龙虾还是餐桌上的一个，简直是一个不得了的东西，就是特别贵，你吃不了什么东西，然后又特别贵的一个东西。当我们来做的时候呢，就开始推广这个，把它做的不，因为我们量大了，大量进入，然后成本也低了，卖价也不那么贵了，所以说算是把它拉下神坛吧。龙虾的种类其实非常多，非常多。分大类的话，其实就2种，一种就是我们大家经常有的人说的是澳洲龙虾，其实不完全就是没有钳子的这种龙虾。一个就是我们经常现在用的，大家叫做的波士顿龙虾，这种有钳子的龙虾。如果在美国的话，它也不叫波士顿龙虾，因为它缅因州是产这个龙虾的圣地，最多的产量，所以在美国都叫它 Maine lobster。然后最早引进中国之前，到之后大家不会说这个缅因州，因为中国人不知道缅因州什么地方，波士顿有名嘛，所以说大家就叫它波士顿龙虾，是这样叫的。实际上美国和加拿大都有产。美国人的话最简单，就是放点盐煮熟或者蒸熟，然后掰着吃，蘸黄油，然后有的会挤一点点柠檬，大家觉得这样会保持它的原来的味道。美国、加拿大基本上都在国内传统的吃法就是什么刺身煲粥，对。那我因为在美国的经历，再加上我是厨师出身的，对这个世界的烹饪文化比较融合的比较多，所以当我做这个龙虾的时候，我就可能会天马行空的各种各样的味道去做。最早我记得我开第一家店的时候的合伙人就是个越南人，然后他就会跟我做各种各样的越南的吃法的东西啊，然后去越南餐馆做一下。其中就有一道这个越南的春卷，特别的不错，又清淡下家，然后我觉得当时回来的时候，我就把它用越南的春卷，然后这种做法，然后放上了龙虾的肉，煮出来之后非常好，然后吃的又清淡，算是一个前菜，
就一般这个越南人喜欢比较清淡的，我们就会切上那个黄瓜丝啊、红辣椒啊、青辣椒啊，切一点生菜啊、紫甘蓝啊，就是为了它颜色让它丰富。然后把煮好的龙虾肉切成片儿，把那个粉丝拿水烫一下，冲凉了。这个米皮是怎么来的呢？它就是越南人特别喜欢吃，它是用米弄成浆，然后自己制成的这个干的皮，拿着这个温水里面稍稍烫一下，然后把我们刚刚切好的这些素菜啊、粉丝啊，还有这个龙虾肉啊放进去。包的时候呢，一定注意得包得紧紧。包得越紧呢，它的口感会越好，而且这个皮是非常筋道的，吃的口感完全跟普通的不一样。然后包好了之后呢，切成段儿，装盘摆好之后呢，配上我们的这个越南辣椒酱，就是非常夏天非常好的一道小凉菜了。然后做的时候其实一点也不难。当时我做的最当然有名的客人就是 Michael Jackson， 他都非常喜欢招牌的奶油黑胡椒龙虾，它有点像我们做椒盐，但是呢，炸了之后呢，又放上美国人喜欢吃的薯条，然后又喜欢美国人喜欢的黄油的口味，然后再加上黑胡椒，再加上这个元素融合一块儿，哎，他们又喜欢吃炸的，所以一经推出就非常受欢迎。那它主要制作的方法呢，就是炸。我们先把那个薯条给炸的差不多炸熟，龙虾切成大块儿，我是拌一点鸡蛋黄，然后放一点点生粉，就像大家平常炸东西一样。放一点拌匀了之后呢，下锅先把它炸熟，油温高一点，先把那个龙虾肉放下去炸，炸硬了捞起来，然后里边呢可以适当放一点点洋葱块啊、青红椒块啊，就是说为了让它香，也是为了让它好看。就当我们把那个薯条跟龙虾炸的差不多了，然后再放这个青红椒、洋葱块，稍稍炸一下，打起来，然后把油滴干净放在一边，然后另外我们就准备一个锅，就炒这个料，然后再放一点那个姜末啊、蒜末啊、那红椒末啊，都是为了颜色好看，下去炒。炒香了之后呢，再放上我们的这个炸好的这个薯条、龙虾，还有我们这洋葱啊，这放下去，搅和均匀，然后撒一点点盐就可以了。这样炒出来的它又香又脆，而且有了黄油和黑胡椒的这个提味，加上洋葱啊，进来就非常鲜，而且是个非常受欢迎的一道菜，中西结合的一道菜。因为我是四川人，我就喜欢吃辣的。以前就大家都觉得不可想象，怎么把龙虾炒辣的？我觉得我喜欢吃有什么不可以呢？最早我们做这个麻辣的也是这样的，就我吃麻辣，我们自己一帮厨师师傅下了班了，哎呀喝个酒，哎呀吃那个太清淡的龙虾吃不惯，今天就弄个辣的吧，就炒个香辣的，一吃哎好吃啊，哎别的客人来了就会问，一问就哎又推广了，中国人圈里面又推广。你看我们这儿就变成龙虾了，对吧？第3种吃法。那做法呢，就是比较很正宗的川味儿。先把这个龙虾剁成大块，然后上一点点干淀粉，然后用油在油锅里稍稍过一下，炸硬。它为什么目的呢？就是大家做的时候这样。在烧的时候它更入味儿，另外一个呢，它也能锁住龙虾里边的肉里边的水分。然后锅里呢，就放我们熬的红油，有香料啊、辣椒熬过的红油，去炒这个干辣椒、花椒、姜片儿、蒜片儿，把它爆的香味儿都炒出来。然后把龙虾放下去，放下去之后呢，就放上我们熬好的这个高汤，放上高汤之后呢，龙虾酱，像我们用各种辣椒啊、香料熬好的龙虾酱放一些下去，然后再调个味儿，就基本的我们的酱油、
一点点糖醋，一点点鸡精味精调个味儿，基本的口味调好之后呢，稍稍煮一下，然后就可以起锅装在盘子里面，撒上我们的这个增加香味的芝麻呀、花生啊，撒一点葱花呀，好看，就成了我们一道这种正宗的麻辣口味，又麻又辣的麻辣大龙虾。开玩笑叫麻大，一般大家喜欢吃麻小，但我们家的客人来就说我们要吃麻大，就是其实跟麻辣小龙虾做法差不多。下来呢，龙虾不是还有龙虾干或叫龙虾脑吗？它其实功能就是干，它有这种干的很鲜的海水的味道。那我们不能浪费啊，因为老外不懂吃啊，但我们中国人喜欢吃啊。那我就会开发出龙虾脑蒸蛋呐、龙虾脑煎鸡蛋呐，它又香又把龙虾脑的整个鲜味跟鸡蛋的味儿融合在一块儿，一煎，再加上一些调味，哎，很棒。具体的做法就是鸡蛋打碎了，然后我们可以调一点点咸味，一点点味道。调好了之后呢，可以放一些增加鲜香味的，红辣椒碎啊、黄辣椒碎啊、葱花啊，跟它放好。打匀了之后呢，我们可以适当放一点点这个水淀粉，让它有一点点筋力。龙虾脑可以稍稍切的大块一点，切一下。搅匀了之后呢，拿一个大铁锅，把它烧热了之后呢，放一点点热油，然后把这个龙虾脑兑好的鸡蛋倒进去，一定得注意，就是我们锅烧得很均匀的时候再下去。下去之后呢，慢慢烤它的四边，一烤它四边开始起泡了啊，就证明它下面已经比较焦黄了，能闻得到味道。之后呢，可以给它翻一个面，把背面也煎一下，就可以上锅了。连锅上它能保持它的热度，而且非常香，而且还热。当我们做的龙虾卖的特别多的时候，哎，就发现这个龙虾血很不错啊。你说杀一只龙虾，可能一点点龙虾血不够用，一天卖几十只、上百只，就发现，哎，偶发奇想说，为什么不能，用它试试做个菜呢？收集起来，一处理，一蒸，觉得真不错。市面上流行毛血旺，我就做个龙虾血的毛血旺，我不用做鸭血，用龙虾血，真有意思，客人也觉得很有意思。那做法是，我们就很多只龙虾，我们剁了之后，它收集起来的那个龙虾的血，然后放在那个蒸箱里面，调一点点水给它蒸熟，蒸熟之后切成块儿，之后呢，然后我们熬一锅汤，熬一锅龙虾汤，然后放上我们这个熬好的料，这个料就是比较重要了，就像类似于我们熬火锅料的料，煮出很香浓麻辣的味道。煮好的，煮得差不多之后呢，我们就会配一些毛血旺用的各种配菜，像我们会可以去配一些宽粉啊、配肥肠啊、四川的腊肉啊、木耳啊，这个也是根据大家的喜好，可以适当的一点点芡啊，让它有一点点口感比较厚实一点，调好味勾一点，然后放在碗里面，下面垫一点豆芽啊、蔬菜什么的。然后弄好之后呢，把那个干辣椒啊、花椒啊、蒜末啊就撒在上面，然后用这个我们熬的滚烫的红油花椒油去淋这个干辣椒和花椒，把那个它的香、辣、鲜的味道全部都提出来，然后配上这个龙虾血的这个海鲜的味道，非常棒。我觉得是美食是多样性，就不一定你说的好吃的别人都觉得好吃，全球化了。就以前说是全国化，你可能四川觉得麻辣的味道真不错，但是你到广东人说哇这个受不了，对吧？你江浙人说我这个甜的怎么炒的挺好吃的，你可能让个北方人说哇这个甜的让人齁甜的受不了。就我就觉得，所以说这个美食这个东西啊，
就是你首先是你喜欢的，那就是好。我觉得这就是每个人的观念不一样。还有，我觉得像我们这代人体会的，像我父亲他们说有道理。当你什么最好吃，饿你3顿，你什么都好吃，对吧？当你饥饿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东西啊真不错。所以我觉得我经常开玩笑跟他们说，什么是东西最好吃？饥饿最好吃。饿得你不行的时候，一碗白粥上来，你觉得这个简直是人间美味。这我的理解吧。对于龙虾，对于美食，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但对于当下的饮食而言，美食文化的融合会变得越来越流行，而如何融合，需要专业知识，更需要美食家和饮食爱好者的尝试。乐观、幽默，他总是用微笑面对每一件事情，认真、执着，他将菜品的色香味融合到极致。从业20余年，他将各国美食熟记于心，并不断创新。他就是来自北京天伦王朝酒店西餐行政长田海。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天伦王朝酒店的行政总厨田海。今天呢，带给大家的是一道很简单的一道牛排。可能大家一说吃西餐，都会想到牛排。有的人觉得牛排在家里做起来很麻烦，但是呢，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很简单、很方便，让大家能吃到好吃的牛排。今天我为大家准备的是一块来自澳洲的骨丝牛肉。首先呢，我先把它放到这边，先让它睡会儿觉。为什么先休息呢？这样的话煎出的肉会好吃。下面呢，我们做配的这些青菜，简单的进行加工。首先我们用的芦笋，我们把它老皮去掉。芦笋是非常好的抗癌食物，含碱性很多，非常适合我们现在的人去食用它。因为我们现在的人的体质偏酸，所以吃一些芦笋会有益我们身体的健康。好，我们准备的今天是漂亮的迷你的胡萝卜。胡萝卜里边不多说了，有丰富的胡萝卜素，有利于我们的眼睛的健康。取一下它的老叶，把老叶去掉。还有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蟹味菇。蘑菇里边含有丰富的氨基酸，也是我们身体必备的好东西。准备很漂亮的豹子甘蓝，非常的好吃。我们一定要把它的叶儿全都掰下来，这样的话呢，第一利于入味，第二呢，它的口味也会更加好。如果是这么一大颗直接吃的话，可能很难嚼，口感也不好。好，一颗就够了。漂亮的甜豆，豆类是非常好的植物蛋白的摄入体。2颗番茄，还有很漂亮的丝瓜苗，我们可以取一点。春天到了，春发的季节，我们吃一些应季的蔬菜也是非常好的。很漂亮的丝瓜苗，一点点就可以。水开后，我们在水里面加入橄榄油，还有我做菜每次都特别喜欢用到的海盐。好，我们现在把依次丢入胡萝卜，因为胡萝卜比较不太好熟，所以我们先让它煮一会儿。下面呢，我们再放入漂亮的蘑菇、芦笋，这时候就进去，甜豆。略烫一下就行了，因为我们一会儿还要炒。把蔬菜略烫一下，立马盛出。下面呢，我们开始处理我们今天的那1号牛排。淋入橄榄油，趁锅热的时候呢，我们切一些干葱，小干葱，3瓣蒜子切片。好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煎锅已经热了，锅里不用放油，或者略微少放点油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刚才在放牛肉的时候
它已经是有油了。把肉放进去以后，不要动它，让它自然在煎盘里边享受这个过程。但是一定要把火关小一点，不要让它糊掉，非常的香。好，这个时候把第二翻过来。这个同时呢，我们把切好的干葱、小干葱还有蒜丢进去，拿一支百里香放进去，我们让它一起来在锅里边充分的享受。在炒制的过程中呢，一定要让小干葱充分的与锅底结合，这样的话它的香气就出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小番茄稍微的拿一下，这是胡椒。煎牛排的时候特别忌讳的，就是反复来回的翻，一定让一面煎好以后再翻过来，再煎第二面。这样的话，肉的香气更加好吃。好，我们把它立起来，煎一下它四周，都让它全部都煎上颜色，煎出香味。我们现在请他把我们的男主角请出来，让他睡一会儿觉。剩下我们开始做今天的汁儿，烹一点白兰地，干红，大火，一定要用大火收浓它，把这汁水收浓，让酒气出去，剩下的就是葡萄的香味跟干葱的香味。收掉还剩1/3汁水的时候，我们把它用一个蜜漏和一个干净的锅把它过出来。我们把它放在一旁备用。最后呢，我们准备一把新的煎称烧热，趁着热锅的时候呢，我们切一些欧芹。温室放置的牛排2次放入锅中加热，目的是为了让肉中的汁水更加均匀地分布在牛排中。各式蔬菜翻炒过后，放置在盘中，淋上酱汁。这道香煎澳洲牛肉配春季蔬菜烩呈现在大家面前。